看似温柔的女人，内心里却是一个变态护工。被护理的老人呼吸不顺，她却把氧气的输出量调小。女人笑了，她就喜欢掌控他人的感觉。随后，她把氧气管放在手指中间，用兰花指紧紧地捏住。老人惊恐地看着她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慢慢的，老人不动弹了。女人很平静，她伸手测了一下老人的脉搏，然后假惺惺地跑出病房。医生们急忙赶来，看着医生和护士忙作一团，他全身而退，暗自窃喜。谁能想到，在这美艳的皮囊之下，竟有着一颗极度扭曲的心。女人叫他们秀琴。第二天，他就找到了新工作，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家庭护工，负责照顾这家先天残疾的儿子小塔。雇主老塔年轻有为，和妻子萨拉非常恩爱。看到这小两口，秀琴便起了嫉妒之心。他的小眼神一直都在老塔的身上。秀琴先是跟小塔建立了良好的关系，小塔也非常喜欢这漂亮的阿姨，而秀琴却在背地里在小塔的拐杖上动手脚。这天，萨拉的闺蜜来家里串门，秀琴正要带着小塔出去玩。萨拉跟闺蜜夸赞秀琴，对待小塔甚至比她这亲生母亲还要称职。闺蜜让萨拉藏点心眼，毕竟秀琴才来家里没多久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而这一切都被躲在暗处的秀琴听到，她思考了一会儿，走出了房间。突然，外面传来小塔的一声嚎叫。当二人跑出来时，小塔已经摔倒在地上。萨拉忍不住责怪秀琴没照看好孩子。秀琴委屈地说：“这只是个意外。”紧接着，秀琴又实施了第二步计划。她给萨拉泡上了一杯家传的特制养生茶，说是有很强的美容养颜之功效。单纯的萨拉并没有怀疑，可自从喝了秀琴的养生茶，萨拉就提前进入了老年状态，整天躺在沙发上睡大觉。然而这一切秀琴还不满足，她实施了第三步计划。夜晚的萨拉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叫高地的男人。高地是肌肉萎缩方面的专家，因为在意儿子的病，萨拉与其聊得很是投缘。而这对面之人正是秀琴用变声器假冒的。然而百密必有一疏，这天闺蜜来给萨拉送东西，却不小心打翻了饮料。看到老塔脱下来被弄脏的上衣，那秀琴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她慌忙地接过衣服拿去洗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秀琴疯狂地嗅着老塔衬衫的味道，而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闺蜜看到。新来的小保姆拿起了男主人的上衣，疯狂地嗅着上面的味道，但她却没注意，这一切都被女主人的闺蜜看到。当她听到声音出来时，闺蜜已经走远。夜晚，秀琴在楼梯遇到了老塔，她把萨拉和高地聊天的事情告知了他，挑拨二人的夫妻感情。但老塔相信萨拉的为人，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。清晨，秀琴故意穿得很凉快，在和老塔聊天时，秀琴的眼睛里满是绿光。聊着聊着，秀琴开始动手动脚，但突然萨拉出现在身后。萨拉最近感觉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，总是嗜睡如命，并且精神恍惚。老塔心疼地让萨拉多喝热水，秀琴马上就端上了一杯为她特制的养生茶，而且加大了剂量。饭后的萨拉感觉自己很累，躺在沙发上呼呼睡去。秀琴则以萨拉的名义送闺蜜生日礼物，带着小塔做康复治疗，该她做的不该她做的，秀琴通通揽下，目的就是为了架空萨拉在家中的地位，让其没有安全感，让她焦虑。然后去找网友高地聊天，聊着聊着，萨拉在沙发上又睡了过去。秀琴马上把老塔带到客厅，老塔看到了妻子和高地很多暧昧的聊天信息，老塔没有做声离开了。当萨拉醒来后，才发现在他睡着后，高地给他发来的暧昧信息，他觉得有必要找高地当面说清楚，托朋友找到了那名叫高地的专家，但高地却对此事一无所知。萨拉这才发觉他已经被人掌控在手掌之间。高地安慰着萨拉，并给了他一个拥抱，而这一切都被一旁的老塔看在了眼里。此时的老塔已经认定萨拉背叛了他。另一边，闺蜜找到了秀琴，她看到那天秀琴偷闻老塔的衣服，警告秀琴最好放老实一点。If you're planning on messing with his family, you're also messing with me. Is that a threat? It's a warning. 说完，闺蜜转身离开，然而萨拉却在身后抄起了大缸子，扑通一声，闺蜜倒地。她把闺蜜装到了车上，在胳膊上扎了一针致死的药物，并伪造成自杀的假象。随后，在萨拉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拿走了她带有指纹的菜刀，然后赶到酒店杀死了肌肉专家高地。她想栽赃嫁祸给萨拉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凌晨2点半，老塔酩酊大醉地回到了家。那秀琴见状，心里已经笑开了花。She's still asleep. Have you been drinking? I need her to know what I saw. 小保姆想帮雇主脱下衣服。I can do that myself. Okay? Okay?
可没想到男人是个正人君子，拒绝了小保姆的诱惑，并态度十分强硬的让她离开。秀琴也只好灰溜溜的离开。当老塔醒来，已经忘了昨晚发生的事儿，而秀琴也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而另一边，萨拉的智商终于上线，他发现秀琴称呼儿子为小家伙，与之前那冒牌专家的语气如出一辙。他还发现杯子上有药物残渣，萨拉马上意识到了不对。他来到秀琴的房间，发现她床上的书都是关于药物的使用方法，还在她的床下发现了各种药品。恰在此时，秀琴带着小塔从外面回来，萨拉急忙从房间里出来，表面笑嘻嘻，心里却惶恐不安。这个时间萨拉没睡觉，秀琴立马知道了萨拉有问题，她一定还没喝自己的养生茶。秀琴马上给萨拉重新泡了一杯。 You really should be resting. 为了不引起秀琴的疑心，萨拉淡定地喝了一口。秀琴见状，以踢足球为由，把小塔带了出去。趁此机会，萨拉立马来到保姆房，慌忙地录下了视频取证，并给老塔打电话，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，并决定拿着录像去报警。可萨拉刚下楼，秀琴就把他堵在了门口。萨拉急忙把电话收了起来。 What's going on? 显然，秀琴已经发现萨拉知道了自己的事儿，他用小塔的安全威胁萨拉和自己离开，萨拉也只好任由他开车载着自己。 Tell me, why are you doing this? You never valued the importance of a real home in a woman's life, Mira. 当老塔赶回家中，发现了萨拉录制好的视频。 And she's been drugging me for weeks. So today I'm shooting video evidence of Gwen's room just in case something happens to me. 秀琴将萨拉带到了一处偏远的小屋，他直接挑明要将萨拉灭口，并取代他的位置。萨拉见孩子不在这，拔腿就跑，却被秀琴从后面一把薅了回来。求生的萨拉与秀琴厮打了起来，一飞脚将其击倒，抄起了平底锅，裤衩被秀琴一扫堂腿踢倒。他骑在萨拉的身上，狠狠地掐住脖子，然而垂死挣扎的萨拉在这一刻抓到了稻草，扑通就是一呼，秀琴应声倒地。萨拉仓皇地起身，开着车疾驰而去。再后来，没有了，散会。